我们先来说买 SUV 的人，他们都在买些什么啊？有可能会遇到什么啊？那买的是个大空间吧，相比于轿车 SUV 更大、更宽、更高，尤其是后备箱。你比如说奥迪的 Q5L 行李箱容积550升，比 A4L、A6L 都要大100升还要多啊！而且大多数的 SUV 支持后排座椅按比例放倒，一放平一串通，巨大规整的方形空间啊！放倒之后，行李箱空间超过1500升，轻轻松松，纵深接近1.9米，宽度也超过1米，这已经是小型双人床的标准了，完全够2个成年人躺着了啊！那这样的装载空间表现确实是比轿车优秀多了，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，轿车基本上也是能够满足一家3口出行的行李装载需求的。同样品牌奥迪 A4L 和刚才的 Q5L 做对比 ，A4L 后备箱也是可以放下大中小3个行李箱，还有的多的。那 SUV 的装载空间看上去很美好啊，实际发挥作用的时候不常见的。就好比说是买手机，现在一般嘛125G、256G 的容量一般也是够用了，512G、1T 容量的手机看起来很强大啊，但实际你到底我们能不能装那么多东西，用不用得上，很难讲了，对吧？而且呢 ，SUV 相比轿车，虽然装载空间有优势，但是乘坐空间的优势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大。你比如说啊，这别克10万块钱英朗，长度4.609米，同样价格的 SUV 昂克拉只有4.295米了。后排的乘坐空间，尤其是腿部空间，英朗还比昂克拉差不多多出了1个拳头的长度了。那如果没有特殊的装载需求 ，SUV 看似美好的空间，那是装载空间，坐起来的乘坐空间，实际天天在用的不大，反而有些额外的副作用。买之前还不如好好想一下。那有些朋友想要买 SUV 啊，他是觉得 SUV 它有更好的通过性啊。通过性的确是更好，那有没有那么多烂路可以给我们开呢？一般来说，轿车的离地间隙呢，大多在130到200毫米之间 ，SUV 呢180毫米以上了。那吉普自由侠、菲亚特500虽然都是 FCA 集团下的车型，底盘也是相同的，自由侠204毫米离地间隙，比菲亚特500是要高的。越野走烂路 ，SUV 真的是比轿车要轻松。何况不少 SUV 还有什么先进的电子控制的四驱系统啊，等等等等，还有装差速锁的。这就好比本身你这个身高腿长，还穿了一身登山的装备，你跨一个栏杆，不是就是更轻松的嘛？但问题是，现在国内道路建设都是比较完善的，不像以前农村里都是烂路。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来看，我国目前公路通车里程已经是40年前的6倍了，高速公路覆盖97%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和地级行政中心，什么国道、省道啊、干线公路啊，连接县级以上行政区啊，农村公路通达，反正都是99.99%了，乡镇也是99.98%了，基本上说去哪里都有水泥路或者是柏油路了，提供 SUV 发挥的空间实在是不太多了。就好比说什么遮阳伞，确实是能防晒，对吧？但如果你整个夏天都是在家吹冷气，都在室内工作，也不出去玩，你要什么遮阳伞呢？对吧？那听到这里，有些朋友不乐意了，我买 SUV 啊，也不是看泥巴地，我们就是过马路牙子的。很遗憾的说啊，就是这 SUV 能过的马路牙子啊，轿车基本上也都是过得了的啊，所以说啊，它的确有更好的通过性，只是我们不太用得上。而我们真的遇到的那些需要通过性的地方呢，轿车也可以胜任。有副作用啊 ，SUV 为了这个车子比较高嘛，车辆的操控性就会有所牺牲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这种贵的这种超跑全都是趴在地上的，经常被人笑成伏地魔啊。那从最小转弯半径来看，同为大众旗下同品牌的途观12米，明锐10.6米。你如果在比较窄的小的这种地下停车场的话，轿车一把过 ，SUV 来回好几次，路上变道穿梭也是不如轿车的啊。不是经常去工地啊，或者经常去野外，光为了表面上看起来更优秀的通过性买 SUV， 值得三思啊。那有些朋友说，我买不图这些东西，我买 SUV 啊是一个生活态度，它可以给我带来那种旅行生活的这种憧憬。后面放着婴儿车，放着野餐的这些烧烤架，带着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出去玩，这感觉多好！这种感觉，这种幻想，轿车给不了。即便我现在没有女朋友，这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确是有诱惑力的。刚才也讲过 ，SUV 通过性能、装载性能更有优势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实际上的情况呢，大部分的自驾游你不要 SUV 也是能实现的。根据某旅游平台给出的数据看啊，400公里以内的周边自驾游才是主流，人最多，占所有自驾游出行消费的82%。真正超过800公里的长途自驾游
就3%啊！这马蜂窝旅游网联合赫兹国际租车、神州租车、人民日报客户端旅游频道发布了一个全球自驾游报告2019，它上面也说，国内自驾游平均里程300公里，的确是说走就走的想法。实际上，真需要越野能力强的 SUV， 倒不一定了。你要什么大西北无人区去西藏，那有可能用得到，但这毕竟时间少，不用上班，不用带孩子啊，不用赚钱啊，是吧？SUV 更适合旅行，没错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300公里的近郊旅行都是有马路铺在那边的，轿车完全没毛病的。现在电动车充电桩都有了。相反，你开着 SUV 去进行商业活动呢 ，SUV 它自由奔放的第一印象，给人的感觉有可能没有那么商务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社会心理学对第一印象的一些研究，这篇论文里面讲啊，第一印象是指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和对方直接接触获得的外表印象，当然也包括看着你开的什么车来的，对吧？这第一印象呢，又会带来首因效应，影响人们以后对你的认知和行为的看法，对对方的认知会产生一个倾向性。你比如说啊，你开个商务的黑色轿车比较大，谈生意成功率有可能就比开一个绿色或者黄色的 SUV 要高。这和电影很相似的，你看到这种长长的黑色大奔或者劳斯莱斯哗开过来，一看就是成功人士、有钱有势的这种大佬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同样也是100-200万，你搞一个什么 SUV 啊，或者说你这种路虎啊，人家觉得你有可能是摄影师啊，你要去拍 Discovery 频道啦，他对你的印象会不同。那你要谈的生意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意？你摄影师你就不要买大奔，你是平时是做正常普通一般的商务生意的话，买 SUV 未必是一个划算的选择，即便人家知道你这车子非常的贵啊。那今天说了这么多，不是说 SUV 不好，而是说 SUV 和轿车是各有千秋的，你不能说麻婆豆腐天下第一啊，这个糖醋里脊就是完全没人吃的，这个都不一样的，喜欢吃甜的喜欢吃辣的都有。但你比如说你天天都是在吃糖醋里脊的，不太吃得到辣，你还要特意去选个最辣的麻婆豆腐，那就显得不划算了。这个麻婆豆腐就是我说的 SUV 了，你不要买的人多啊，销售一顿忽悠啊，给了一些美好的梦想啊，我就去买 SUV 了，这我不推荐。那如果你说什么下工地的，家里人多的，后备箱每天经常要放很多东西的，要出去办事情的或者出去玩的， SUV 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啊。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哪个车子好，而是说我们买这个车子图的东西要不要自己试试看。后备箱能装东西，我要去烧烤，你1年去几次烧烤？你1年去30次，我觉得买 SUV 不错。你2年去1次，别买 SUV 了，到时候租一辆更豪华的，说不定还更好一点呢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东西，用不用得上，合不合适，是我们买车很重要的依据，而不是在于这车有多好，这车有多能干。交朋友也是一样啊。关注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备胎说车，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。备胎说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